当地时间周三，英国政府宣布拨款4310万英镑，用以协助通过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移民英国的港人融入当地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港人仍不得享有英国社会福利保障。英国此举也被质疑，只不过是一场华丽的政治秀，来填补自身经济和教育漏洞。另一方面呢，乱港分子罗冠聪自称已获英国所谓政治庇护，外交部作出回应。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警方通缉后逃窜至英国的前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头目罗冠聪，周三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得到了英国的所谓政治庇护。罗冠聪还称，自己经历了约4个月的申请，期间与英国难民审批机关多次会面会谈。有分析指出，英国批准罗冠聪的所谓政治庇护，只会助长更多黑暴参与者逃离香港，以逃避法律责任，尤其是那些没有居英权又未能通过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申请赴英的人，将假借受政治迫害之名向英国申请庇护，还能得到经济援助，博取长期留英。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罗冠聪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犯，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英方如公然为港独分子站台，为通缉犯提供所谓庇护，这是粗暴干涉香港司法，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违背英方一向标榜的法治原则。英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同样被香港警方通缉的乱港分子许志峰，却没有像罗冠聪一样受到英方眷顾。经丹麦逃窜英国3个月后，许志峰于上月在脸书声称，自己已经由英国转战澳大利亚。据香港媒体披露，许志峰的姐夫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省西多伦市市的市长迈克尔，因此其被质疑是靠关系而获破例赴澳大利亚。香港大公报称，许志峰勾结外国势力，要求外国制裁香港，是叛国者所为。但只要一离开香港，这些人就会失去利用价值。而英国所谓5年加1年移民政策根本就是骗人，结果许志峰又要一路逃向澳大利亚。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后，英方罔顾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4年的事实，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公然违背承诺，执意炮制出台所谓量身定制的具有英国国民海外 BNO 身份的香港居民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自1月31号起，中方已不再承认所谓的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然而，英方的政治操弄并未停止。当地时间周三，英国政府宣布拨款4300万英镑，约合3.87亿元人民币，用以协助通过英国国民海外 BNO 护照签证移居的香港人融入当地生活，寻找工作、住房及学校等。英国外相拉布表示，此举展现英方对港人的承诺。但果真如此吗？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该项目由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牵头。整个4300万英镑拨款中，英格兰各地方政府获得了当中的3070万英镑，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则获得580万英镑。另外，当局会用500万英镑在全国成立12个迎新中心，有意在英国创业的港人可以向中心寻求提供意见。简而言之，这些资金全是给了英国地方政府和机构，一个子儿都落不到港人口袋中。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BNO 签证持有者不得享有英国社会福利保障。英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并未做出改变。此次4300万英镑的项目只是允许近期陷入贫困或者有陷入贫困的风险的 BNO 签证持有者申请所谓的贫困补助，且必须以 BNO 签证获批为前提。换言之，就算英国政府不打折扣地兑现了贫困补助，这笔钱也是面向资金流短时间内出现问题的中上层港人，而非真正贫穷的港人。就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小算盘他们一方面希望利用这件事情来持续的在香港施加政治影响，同时呢，也为这个挽回英国本身这种非常不利的这种经济局面，让香港人来给英国做贡献。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英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它的衰落程度是最大的之一
去年经济是负增长9.9%，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衰落。有分析指出，英国政府的最新拨款计划不过是又一次华丽的政治秀。英国脱欧导致很多欧洲人才离开英国，包括教师、护士和工程师等，成为英国急需的人才。英方画大饼诱惑港人赴英，实际上是填补自身的经济和教育等漏洞，不会给赴英港人真正的福利。根据港媒此前的报道，如果按照英国内政部此前预估的32.24万港人将通过 BNO 签证赴英，未来5年港人将为英国社会注入高达386亿英镑的资金，相当于2019年英国 GDP 总值的1.7%。与此相比，4310万的拨款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加需要强调的是，英国早已习惯了反口覆舌，现在的 BNO 移民计划或许哪一天又会突然取消。届时去了英国却未获得居留权的港人，犹如倒钱落海，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实际上，英国真正的目的就是希望香港的中产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偏上的这些专业人士移民到英国。我们相信香港长期的繁荣和稳定，那么专业人士在香港也是有最好的发展机会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英国政府宣布拨款4300万英镑，针对持 BNO 证件抵英港人家庭搞所谓一揽子援助。您对此是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中国外交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相继宣布港人所持 BNO 证件无效。特别是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先后召会14国驻港总领馆，要求停止接纳港人持 BNO 作为合法有效证件之后，那么英国保守党政府继续在以全政府之力在大肆炒作所谓的 BNO 议题，那么继续在粗暴干涉香港内政。那么这也意味着英国针对香港 BNO 证件持有者实施的所谓5+1的移民定居计划，那么自元月1号启动以来，已经步入到实质性的加速推进阶段。那么我们可以预见，与这个计划同步，中英在涉港问题上的博弈和交锋，在可见的将来都将会持续的激化。那么中英关系将会进入到风高浪急、全面承压的一个持续动荡期。那么就如同此前英方伙同欧盟、美国、加拿大搞所谓涉疆制裁，那么遭到中方坚决反制，这一轮英方的行动也必然将会遭到中方有力的回击。不排除中方反制裁将会继续的加力升级。那么之所以说英方炒作所谓的 BNO 议题是全政府的行为，我们看到约翰逊内阁都在打所谓的涉港牌。那么就在上个月，约翰逊还作秀会见了4个抵英的港人家庭。那么这是今天英国媒体炒作援助计划都提到的一个背景。当然了，所谓5+1的计划也是在去年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之后，由约翰逊一手推动的。那么今天一揽子的计划发布，跳出来喊话的包括社区、外交、内政等等3名内阁大臣，他们都像打了鸡血，把援助计划又吹多了几个零。社区大臣叫罗伯特·詹尼克，他吹得天花乱坠，声称援助计划将会使持 BNO 港人以及他的家人一到英国就能够获得 the very best start， 所谓最好的开端。那么无论租房、子女入学、机遇和创富，也都将会获得支持。但是这纯粹就是在政客画大饼，那么甚至其中还不乏陷阱。